嗨，大家好，这是我进集中检疫所的第4天。那严格来说，应该算是第5天，因为落地的当天不算，所以落地的那一天就是你就搬进来，但它只算第0天，所以是从隔1天开始才算是第1天。那我原先的计划是想说，我来记录一下，就是在集中检疫所的状况跟就是入住的状况，但是其实因为太累了，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这几天其实心情也不太好，因为从伦敦然后经过新加坡转机，然后再到台湾，这中间已经20几个小时，将近快24小时，然后加上林林总总，可能到了台湾之后要等，然后等了很久之后，要再坐1个多小时的车才到集中检疫所。那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我分配到的检疫所其实原本是一间度假饭店，它应该已经算是所有的集中检疫所里面算好的了。我可以想象，毕竟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司机就有在说，就说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因为至少他可能会比其他在军营或什么一些训练所会好很多。对，那我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我很累了。那因为这次的疫情这样，所以其实有点，我其实，在出发之前一度很想要退票，就是对我一度很想退票，然后觉得说，就干嘛回来这样？根据台湾法规来说，即便你打了2剂疫苗，然后你的 PCR 是阴性，你还是没有办法逃过就是要检疫、要隔离这件事。对，那先说说就是转机这件事情，其实很需要注意转机当地的规范，因为我的 PCR 其实做了2次，主要是因为台湾的规定是你在飞行之前的72小时，只要收到结果就可以了，所以你在72小时内收到的结果都算数。那新加坡的规定是48小时就是开始检测，就等于说你要在48小时内采样，然后检测。所以我其实拿了2份 PCR 的阴性报告。那这2份 PCR 的结果，我其实只有在托运行李的那个时候，在伦敦当地被地勤检查而已，所以他依照的是48小时的那一个看了之后，我一路到台湾都没有再检查任何 PCR 的证明。对，到了新加坡之后，因为我的出发地是伦敦，所以他们也是列管在不能活动的区域，所以一下飞机之后就是马上分队。那他会给你一个很像缎带的东西戴在手上，它有不同的颜色。像我从台湾到英国的时候戴的是紫色的，我回来的时候戴一个是很像有点像黄绿色，然后荧光的那种，反正就是它会标示说你是哪一个地区的这样子。那之后呢，就会分配说你接下来要去哪一个地方搭飞机，那就会有专门的人员直接带你走到那边去，所以中间的电梯啊什么是都不能用的，只有传送带的那个可以走。之后到台湾落地，然后入境的过程也是，就是专门有人会守在登机口，然后确定说，你的出发地或者是你行经的地点有没有高风险区。如果在他的名单内的话，你就是会直接被收集到旁边，然后集中做说明，然后会被带去一个地方做，那个地方应该算是很像是申报的地方，然后检疫的地方。那在那个时候是不会做任何检测的，他就只是会发给你一个快筛，那个快筛就是一个家用的快筛，这个是写10月28跟29，应该是要做2次，但这是我离开检疫所之后的事情，等于说
回家的自主管理7天，我还要再做2次的快筛。那其实，他不会马上做检测，是在第1天的时候，就是你入住的隔天早上9点半，他就会来敲门，然后就是等于戳鼻孔，就是也是 PCR 的检测这样子。整体而言，我觉得就是到今天为止啊，我其实有好一点点。那前几天我真的心非常差，毕竟没有人会喜欢被关在一个地方，然后不能活动，因为它的规范里面就是因为我是还好，因为其实我是比较没有时差问题的人，基本上我出国不太需要很严重的调时差。对，我即便是到了8、9小时的地方，我其实去到那边我可以按当地的时间生活，回来的话我其实也不会太不舒服，所以基本上要配合时间，我是算还好。可我可以理解很多人的长途飞行之后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每天就是早上8点跟下午3点需要量体温，量体温之后就要上船，所以你那个时间一定得起来。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会一直广播，那广播就是早上大家7点多快8点的时候，他会广播说领早餐嘛，将近12点的时候就是领午餐，然后下午大概5点多或者快到6点的那段期间就是领晚餐。食物怎么样的话，我之后再把东西剪进去，或者说我再拍好了。对，那就是便当，就是便当。其实我前几天有在抱怨这个便当，因为我觉得一直吃炸的，然后因为便当也很油嘛，然后还有什么炸鱼排，所以我就还拉肚子这样子。对，会有人说什么，那要不然就是请人送或者，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请自己的家人朋友送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因为毕竟这不是在什么台北市区。对，那因为进来的时候他会确认你的行李，他不会翻开，但他会问你有没有带剪刀，然后有没有带美工刀啊，就是刀子，什么水果刀之类，只要是刀具类都不能带进来。其实这件事情我很纳闷啦，毕竟就是带剪刀也算是一种平常的生活用品吧。家属其实是可以送东西进来的，但是冰东西就不行，只要是冰的，生鲜食品啊，还是什么一些手摇杯饮料啊，这个都不行。然后电器、烟酒这种不行，打火机，像是水果刀跟剪刀都没有办法进来，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因为有一天的食物是百香果，然后那天我还 po 在 Instagram 上面，就问大家说，请问百香果要怎么吃？然后就有人说切开，我说但我也没有刀子嘛，然后我想说是要徒手剥嘛，所以我后来那个百香果就浪费了，因为也没有汤匙，所以我其实对那个百香果非常抱歉，我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个百香果，对，我后来它就变垃圾了。OK， 那它会提供很多东西，可以给大家看。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就是有卫生纸，我还没有用3包的卫生纸，然后这个也是3卷，这个3卷有1卷我已经先拿来用了，然后垃圾袋，因为每一天的下午大概2点多，他会广播说他可以收垃圾，那就是把它拿出去丢。那当然会有电视嘛，但电视我是没有在用啦。然后还有像热水壶，但这个我也没有用。然后你的垃圾就是会有垃圾桶，基本上该有的都会有啊，就是洗发精、沐浴乳，然后牙膏嘛，然后刮胡刀什么，牙刷、梳子跟羽毛。对，然后这应该是乳液吧。然后他还会给你一个就是洗衣粉，让你洗衣服。我为什么可以拆开这个？完全是因为我有修眉刀，所以我其实拆东西都用修眉刀。因为我当初有问他说可以带修眉刀吗？他是说修眉刀可以，但是其他就是像水果刀不行，所以我没有办法吃我的百香果。然后房间其实看出去是这样，
那因为桌子蛮大，然后蛮乱的。然后他的床就是给你一个床，那外面就是海，所以我还在思考说我要怎么回家。其实毕竟回家要自己想办法，所以我其实查了一下，我大概要坐1个多小时的公车，对，然后再扛我的行李这样子。那他当然会给你水啊，他的水是那种600毫升，然后给你24瓶。可是因为没有其他饮料，所以其实我才4天已经喝掉8瓶的水了。请您戴上口罩后开门取餐，取餐后请立即关门。谢谢您配合，叮嘱您用餐愉快。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It's time to pick up your meal. Your mealbox will be placed on the chair outside your door. Please put on masks when opening the door and closing the door quickly after.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也是我在 PC Home 24小时里面订的插头，因为我的电脑需要3转2的接头，然后因为它都会拆封后然后再封起来，所以就是对，要检查你有没有买一些违禁品这样。